崔公子，这舞蹈如何呀？自离故地，以陆兵歌风尘，久不见歌舞。此时此景，真当得起太平富贵四字。公子过誉了。崔公子折节下交，韩某感动得很呐。崔公子，且宽坐。后堂有些许小事，韩某去就回。韩公请。孙大都督遣贵使下降，又送来如此贵重的珍宝，韩某真是诚惶诚恐啊！大都督言道，韩公坐镇2州，直面镇西诸府逆贼，甚是辛苦，所以特命我从京都送来这些，皆都是大都督从内堂精心挑选的奇珍异宝，以馈韩公之功。哎呀，多谢大都督，韩某无功受禄，实在是感激涕零啊！哎，韩公过谦了。不知节下可有大都督的手书或军命啊？这个自然是有的。哦，其实大都督此番遣我来，一来是知我与韩公乃是旧识，走这一趟正好也叙个旧；二来呢，大都督也是忧心战场上剑士无情，担心韩公的安危。哦，所以特命我带来这12位金甲卫士。主我命卫士们要日夜须臾不离韩公左右，务必要守护韩公周全。哎呀，大都督如此周到，恩重如山呐！韩某真正感激涕零，无以回报，唯有亲率守军，与那镇西军等逆贼拼个粉身碎骨，方能报答大都督的恩义呀！大都督此举，正是想逼主公与两家为敌，不然也不会派什么12名金甲卫士来此，说是保护主公，实则是想胁迫韩公啊！哼！孙敬自封为大都督，灭了李氏全族，还给我送了一份所谓的盟约。哼！彼时我只不过想敷衍敷衍他罢了，没想到还蹬鼻子手脸。主公，崔家的人可还在宴厅里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孙敬的使节知晓。崔家人倒可以好好利用利用。崔乙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呵呵，没想到自己还送上门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公子，你醉了。我没醉，情形不对。公子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崔公子醉了，扶公子去客房休息。
崔公子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何必这么急着走呢？你们这待客之道，未免太过隆重些了吧？今日若留不下公子，我便交不了差，只好杀了这和氏女，向主公交代。行，我可以留下，但你必须放他走。请公子放心，像公子这样的贵宾留在我们并州做客，怕是崔家军上下都不会放心。自然要放这位何娘子回去，向崔将军好好分说分说，免得误会。公子快走，莫要理睬这无信小人。好，崔公子真是情深意重，爱惜美人呐！请公子放心，这里的门窗屋顶皆嵌有金刚，安全无虞，绝不容许有刺客来犯。牢房叫牢房，还说得那么好听。怎么，这遍地锦绣，它怎么就不是绮罗香了？且慢，多备些热水来。我们公子素性爱洁，我要侍奉公子沐浴。行，我马上命人送上香汤。再多备些后毡，以防我们公子在沐浴时透风受寒。若是我们家公子在你这并州城有半分不是，我崔家大军必定踏平你这并州。后毡，给你拿。公子，可以沐浴了。好。屋顶有人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水温正好，不如我们一起洗吧。
现在可以说话了。笑什么？我笑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好像也跟现在差不多。是啊，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有多凶，上来就要打架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你先跟我动的手。胡说八道！不抢我珠子，我动手干嘛？什么珠子？哦，就那个破袋子，我早扔了。干嘛？难道皇孙此时此刻还想跟我动手啊？哎呀，说正事吧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什么打算啊？当然是先想法子回趟翠霞君，再来救公子你了。真的吗？你回到翠霞君之后，还会来救公子我吗？嗯？你干嘛？看什么？皇孙此头颅可知无数城池，我怎么会舍得不回来救你呢？哼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我好喜欢啊！太喜欢了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呢。啊，泡个澡还能洗出这种风情来。属下已经命人在那儿盯住了，只不过那何氏女着实是个机敏之人，她不仅用后毡遮住了门窗，还用后雾把地板内的窃听用的铜管给堵住了，怕是咱们的人呐，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无法无法。想不到这个崔公子居然还有闲情逸致、鸳鸯戏水，说明他果然不是寻常之人。崔虽只有这一子，却可第10子，有趣，有趣。干嘛？我想问你一句话，问什么呀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你不是知道我姓何吗？你们家公子平时怎么叫你啊？你问这个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在韩丽面前露馅啊，我总不能叫你何氏女吧？你不愿意说，我就随便给你取一个。你能给我取什么好名字啊？以你的德行，肯定是要给我起什么阿猫阿狗的破名字。你还别说，你挺像阿猫的。你叫我阿锦吧。哼，又想拿假名字来糊弄我，我才不叫。不如我帮你取一个，叫阿道，或者阿珍也行。为什么是阿道啊？或者阿枕？自己猜哦。阿道，阿枕。你是不是在笑话我啊？2次假扮有孕的娘子，一次肚子里面塞着稻草，一次塞着枕头。我哪敢啊！那我的身世来历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我不过问你的名字而已，你都不肯说。我担心韩立起杀心，要是我被杀了，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岂不是很可惜？哼，好凶！我叫阿莹，是我阿娘给我取的乳名。阿莹。
这名字真好听。去那边看看，哎，轻点一下。放紧啊！这儿还有，来来。大哥，看，兵器收起来啊！兄弟们，新兵器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没事，给他。哎，小裴将军，有个事俺不明白，能不能请教你？嗨，客气，说。哎，怎么稀里糊涂，镇西军就从望州撤出来？怎么又稀里糊涂，俺们又跟着小裴将军你一块又打回望州了？哼，这事儿啊，我和石七郎他商量过，如果说是敌人势大，那咱们就不能死守望州了，只有佯装撤退，然后在望州城中埋下暗桩，之后在他们的军粮还有饮水中投毒，然后传播消息，动摇军心，伤其根本，最后咱们在里应外合，重新夺回望州。原来是这样，自然是兵不厌诈了，有道理，是不是长耳？嗯，那走进城。走。走。元场将军那边一直无消息传来，不知现下他和太孙如何？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去看看江氏吧。太子妃，今时并非往日，还是不要再如此称呼了。是，萧妃娘娘。这几日身子如何？妾觉得还好，只是日夜担忧。不要忧心，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到法子了，不过还要等些日子，才能悄悄送你出宫。娘娘大恩，妾没齿难忘。快起来，你腹中怀的是太子的骨血，我自然要想法子保你周全。娘娘，此处不宜久留。我走了，有何事，你知道怎么找慎娘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桃子回来了。公子，可是有校尉的消息？是我和陈醒发现了校尉最新留下的记号，他进了韩立府。韩立府？校尉进韩立府必是有所谋。我也试过要潜入其中，可是守卫森严，我怕打草惊蛇，就退了出来。我先回来报信，陈醒留在并州城等待接应校尉。另外密报得知，孙敬遣来的使节也到了并州，据说是给韩立送赏赐来的，带来2大箱东西，还有12个金甲卫士。韩立这个奸猾小人，一直都试图左右逢源，各方都不得罪。桃子，你拿着信旗乔装进城，把这个信旗交给陈醒，让陈醒以崔家军使节的名义，好好见见韩立。切记，一定要见机行事，最好能够利用上孙敬派来的使节。若是韩立敢硬扣这人，那就要问问他，看看我们的大军答应不答应。
这是今日新摘的花。主公说公子是个雅人，亦应衣食起居，切莫怠慢公子。这特意命我送上这些花来，供公子赏玩。多谢，真是用心了。不过你们家主公为何言而无信呢？当时明明说，如果我束手就擒的话，便放了他。为何不信守承诺？公子您这样说，可就错怪我们家主公了。我们家主公说了，公子您身娇体贵，再说我们这府上的下人都是些粗人，笨手笨脚，怕怠慢公子。这位何娘子是公子身边贴心贴意之人，留她在这儿，自然便能侍候好公子。哼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公子请便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哎，不许动！你还挺悠哉啊。反正被困在这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跟我来一局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得有彩头才好玩。彩头？那这样吧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你头上的发簪给我，当抵我的珠子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输了你就少分我一半粮食。谁说过要给你粮啊？让阶下酒后了。见过韩公。我是大都督史坚，尔等胆敢拦我？韩公可知瞒着大都督，私下结交崔乙，是何罪行？还望阶下息怒，在下正打算派人请阶下到此，共同商议。这没想到，阶下您这么快就到了。你就是崔家军的人，你们崔大将军遣你来做什么？韩公，我崔家军何校尉现在韩公府中，还请韩公请出，与我一见。崔家军何校尉在我府中，哪有此事啊？我崔家大军现已在并州城外，若韩公执意扣人不放，莫怪我大军入城寻人。韩公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镇西逆军当前，你不和崔家军联手抗敌，反而扣留崔家军的人不放，你这样欺压友军，我定要上报大都督。哎，阶下看您这话说的，我们这何曾有这等事儿啊？根本就没见过您说的那个何校尉啊！哼，你骗得过崔家军的人，可是骗不过我。后院客房守卫森严，连我等金甲卫士都不能靠近。崔家军的人，定是关在那儿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何校尉。多谢阶下。不必，不必。我这就请崔公子和何校尉出来。
撑得住吗？公子，公子这是何必呢？只不过是想请二位赴宴而已。若公子见了客人，必然欢喜。带路。主公，崔公子到了。公子真是娇宠美人呐！今日欢宴一堂，韩某何其有幸。崔公子，这位是大都督前来的使节。久闻崔公子风采过人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见过公子，崔家军现有数万人已在并州城外，任凭公子差遣。韩公留客不让我出城，这样吧，你回去告诉领军，让他们尽管杀进来，好让大家都见识我们崔家军的厉害。崔公子误会了，城外风餐露宿，哪里有像我府中这般安逸的？韩某只不过是想留崔公子在府中多住几日罢了。崔公子且宽心，大都督若是知晓崔公子在并州做客，定会让韩公派人好生护送公子入京。西长京是何等繁华之地，崔公子定会乐不思蜀。还疼吗？我代大都督邀崔公子入京，崔公子如此目中无人，是看不起我们大都督吗？息怒，息怒！崔公子爱美人，不过少年心性。我可是大都督的使节，是同大都督出巡，你这般傲慢，是想谋反？阶下息怒，你有所不知吧？此何氏女，乃崔公子心爱之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位何氏女入京献舞，为大都督祝寿。阶下此话何意？可是羞辱我崔家军。他脚伤了，跳不了。今日不如由我替他为大都督献上一曲剑气舞。妙哉！哈哈哈哈！不意今日竟有如此眼福啊！来人，上剑！不必了，借韩公佩剑一用即可。崔公子有所不知，韩某这把剑乃君子佩剑，未曾开封啊。无妨，我不过是舞剑，又不是杀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说话风趣得很。哈哈哈哈哈！公子替我舞剑，我来抚琴唱歌，为公子伴奏。美人果然不负公子之恩呐！公子，请。
深江南永久，破地丝如雪。铁楼长堤，开启白雪。原璧归赵。崔公子这段剑气舞跳得真是酣畅淋漓，动人心魄呀！韩公盛情，能替韩公排忧解难，故其所愿也。如今大都督的使节已知晓公子在此，坚请相见。公子，如若这次落到了大都督手里，只怕是难以脱身。只盼公子大军在外，使节也是有所忌惮罢了。韩公的雅意我们知道了，不过你们家主公也太狡猾了，自己不愿意出手，反倒将这难题丢给我们。公子说笑了。我们杀了孙敬的使节，你就放我们走？我若是待韩公假意承诺，未免诓骗了公子。但公子若是杀了使节，何娘子可以回去？至于公子，还请在府上盘桓几日，待崔家大军退出60里外，定奉公子还迎。韩公，欢宴虽好，终有聚散。这回你是不是该信守承诺，让他走了？自然，自然。你这伤，回去之后一定要找大夫仔细看一下，别落下病根。嗯。走吧，我送你。你的彩头。哎呀，你说我这大好头颅，他若是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我哭。
我可不会哭。阿莹，公子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你簪子呢？当时慌乱，不小心丢了，就没去找。可惜了，这是你从小带到大的心爱之物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再给你拧制一根。没关系，公子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是不是累了？我们回去好好歇歇。我呀，命人做了一桌的菜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走。校尉的簪子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的时候，校尉的簪子就已经不见了。你撒谎！那根簪子可是校尉的母亲留给他的，他就算弄丢了自己的性命，也不会丢了那根簪子。你是不是跟校尉一起隐瞒什么了？哎，没有，真丢了。校尉可懊恼了，是我拦着校尉不让他回去找的，太危险了。我信你才怪！还能再放吗？啊，可以，夫人真厉害！哎，这不会掉吧？不会，不会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！哎呀，你们看，飞得又高又远，真的好高啊，夫人！放吧。起来了，不会掉下来吧？真好高啊！起来了，真高啊！哇，夫人真厉害！哪来的纸鸢啊？就是啊，这什么？哎，不动了，小心！走。原来是你啊！真没想到，如今你还有这样的兴致。只是，你的纸鸢跟我的纸鸢缠在一起了，那就搅了吧。夫人既然这样说，那就搅了吧。哼，是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的这只纸鸢乃大都督所赐，不能有失，所以也就只能缴了魏国夫人您的纸鸢线，还望魏国夫人见谅。走。这个萧氏好生无礼啊！他以为自己还是太子妃吗？见到夫人您也不行礼，您可是大都督的正室夫人啊！萧氏不过是仗着从前与主公有旧，如今主公对他也有几分怜爱罢了。哼，这种朝秦暮楚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我不跟她一般见识。娘娘，魏国夫人乃大都督正妻，娘娘如今处境尴尬，为何因如此小事激怒魏国夫人？要将身怀有孕的姜氏送出宫去，便要借魏国夫人之手才行啊。一把缺了口的钝刀，要是使用得当，也可以割开最严密的牢笼。
小伟，让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碍事的，我都已经上好药了，包扎好了。行吧，不过后面几天咱们还要继续上药，不然留下病根可就不好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桃子，这一次我见到了那个皇孙李逆，就是之前在山寨中你想一箭射死的那个人。是他呀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那个李逆应该是镇西军的幌子，8成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吗？之前倒是我想错了，这个人精明厉害，十分能干，还特别聪明，倒是我们呀不能掉以轻心了。真没想到这李家居然有这么出色的子弟，之前倒是从未听闻。再厉害又怎么样，比得上咱们校尉聪明能干？就你嘴甜，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吃什么了？他们做的猪肘子给我吃。想不到这崔公子真是一个多情的人，眼睁睁看着和娘子走，缠绵缱绻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。英雄少年，未免多情。主公，主公，城外送进来一封信，说是崔公子写给主公的。崔公子，崔公子不是在咱们府里吗？去，是。公子，校尉来了。阿莹，我说我去你的营帐，免得你受了伤，还要走动，小心。不打紧的，都是皮外伤。既然在军中，还是我到公子帐中议事比较好。按规矩来。万幸啊，你现在平安回来了。对了，现在的形势，你怎么看？这回镇西军虽然夺下了望州，但是如果没有并州跟建州，他们也无法再向潼关靠近一步。至于西长京，更是遥不可及了。你所言甚是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我是觉得，既然大军在手，不如攻下并州。只要并州、建州在手，无论是那位孙敬还是那位李皇孙，都得看我们崔家军的眼色。公子，这回我倒是见到这个李皇孙了，其人不可小觑，而且是生平罕见的对手，倒是咱们要注意防备了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竟让你说出这样的话来！这个人虽然厉害，但是咱们呀也不是没有办法能够拿下这并州城。上兵伐谋，你有什么好法子能攻下并州？那位小裴将军不是在望州吗？咱们不如跟他先叙叙旧。可我们与镇西军素无来往，反倒因为军粮的事情刚刚才闹了一回。我担心他们不会轻易和我们联手，即使联手，我也怕他们会有异心。公子放心，我倒是有法子可以让他们答应联手，也有法子让他们不敢有异心。欺杀我也！这崔家的人欺人太甚！怎么了，主公？去把那个冒牌的崔公子立刻给我关起来！是。不，立刻把他给我杀了！带走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韩公，实不相瞒，我乃崔公子身边的伴读，受他之命
来这城中与你商谈重要之事。怎料，韩公误将我认为崔公子，在何校尉的示意下，我只好将错就错，但我绝无任何欺骗韩公之心。我为崔家出生入死，却没想到今日被他们出卖，更没想到成为弃子。既然你知道自己是弃子，你还有什么用处？韩公，既然崔家不仁，那我就不义了。我有一计，能解韩公燃眉之急。哦，我知晓崔家军日前劫了镇西军的粮，镇西军缺粮缺得厉害，对崔家也是恨之入骨。韩公不如派人前往望州，与那李皇孙商量商量，两军联手灭了崔家大军，韩公解围，镇西军得粮。主公，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咱们的探子也对劫粮之事有过回报。我不过是一个被崔家舍弃的人，一无所有。只有韩公能够给我一线生机。韩公不如先派人去探探镇西军的口风。至于我，韩公要杀要剐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若是镇西军不松口，韩公杀了我解气也不迟。若是万一这计谋有效，我愿意追随韩公，任韩公驱使。把他押下去，关起来。走。把人带来了，把他关到这个牢房。小裴将军，找到石七郎了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崔家军派人来报，说石七郎在并州城韩立府内。他在那儿干嘛？我接着问，他就不愿意说了，说要当面见你，亲自来禀报详情。当面见我？什么人？是一个特别凶的姑娘。这个小姑娘是又会下毒又会打架，十分泼辣厉害的。见过小裴将军。免礼吧。我家何校尉遣我来见小裴将军。李皇孙的下落是我们崔家军送给小裴将军的一份大礼，以此来展示我们崔家军的诚意。说起来，这李皇孙和我们校尉也是颇有缘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家校尉救过李皇孙几次，这一次呢，也不忍心看他殒命，所以我们崔家军才愿意和小裴将军联手，一起救助李皇孙。是吗？我家校尉说了，我这么说的话，小裴将军80%是不会相信的。但是您可以遣人去并州城一探究竟，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小裴将军，小。哦，我们家何校尉还说，如果我到的时辰没错，那这个时候并州城韩立府也会遣人来，有要紧的事与小裴将军商议。不知道是不是韩立遣人来了？哎，我说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邪呀？真是韩立府遣人来了。是的。看，我们家校尉算无一策。石七郎，我带了很多人来救你。多少人？ 6个。回去吧。
又怎么了？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总觉着肚子不舒服，闹肚子。赶紧回去吧。好。小伟，你真觉得镇西军可以联手吗？镇西军这个元帅李逆，可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会耍心眼的人。就算你把他全身都锁上铁链，装到箱子里，绑上石头，再沉到河里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他都能从河里冒出来，然后再笑嘻嘻地坑上你一把。这样的聪明人，当然可以与之共谋了。那你为什么笃定那个李皇孙就一定能够说服韩立请人去见裴元？哼，这个李逆最擅长的就是死里逃生了。我已经算准了，他一定会说服韩立，再给韩立设下一个局中局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他的局，来做咱们自己的局呢？你还真有几分本事。裴元居然答应了，说愿意与我们并州前后夹击崔家军。不过呢，他有一个条件，除了崔家军粮草归他所有之外，他还要借道建州南下。说实话，那裴元若是什么条件都不提，韩公反倒千万不要相信。既然裴元提出了条件，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倒有8分可行。你说来听听。韩公可以假意答应借道，建州地势险要，韩公手中的守军可以借助地势以一敌十。待镇西军进入了霞洛谷，前后这么一掐，便可重创镇西军。先灭崔家军，后重创镇西军。届时，只怕是远在京城的孙大都督，也奈何不了韩公你。你读过兵书？我是崔公子的伴读，琴棋书画、兵权谋略，我都学过。不错，是个人才。韩公过誉了，生逢乱世，只求安身立命。我愿为韩公效犬马之劳。你的本事，我还得考教考教。委屈你，先回牢里住下。日后我真重创了镇西军，我会马上放你出来，让你做我的幕僚。谢过韩公。你怎么提到这个李皇孙就感觉怪怪的？哪里怪怪的？你好像恨他，恨得有点牙痒痒。那可不是吗？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救他？哼，这么有趣的人，死了多可惜啊！这倒也是，我还从来没听过你这样说一个人，更没听过你说任何一个人是你的对手呢。谁是对手？公子。没什么，在跟桃子闲聊呢。安阳，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你母亲留给你的那只簪子，我知道，你丢了一定很难过。看，是不是和原来那只很像？真的很像。我亲手做的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公子，原来那只簪子对我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就算很像，我也不想拿其他的去代替它了。谢谢公子的心意，这一只我会好好收起来的。好。阿言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。等我出去以后呢，我再找你算账。
韩公让我来看看你，怕你在这儿心里委屈。多谢韩公，多谢吕先生，不委屈。我是崔家军的继子，承蒙韩公开恩，留我这条性命，又肯听我几句谋划，感恩都来不及，谈何委屈呢？好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豁达的人。今天我带了好酒，喝2杯。这酒真香啊！韩公的佳酿怎能不香？有道理。传令，攻城！咱们这次打仗啊，是骑马冲锋，比上次打望州还带劲。老三，你骑过马吗？我骑马那会儿，你还玩泥巴呢你。拿下并州，冲！冲！小的这就派人去打探，快去！是。来，咱们呢，先把这杯酒干了。以前都有得罪，往后啊，还要多多请教。请。好酒。我说兄弟啊，咱们也是相处多日了，可谓是相见恨晚呐。只是我不清楚。你这姓谁名谁，家住何方，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成了崔公子的伴读啊？来，说来听听。哎，这个嘛，说来就话长了，须得再等等才能细说。哦，这何以还要再等一等啊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我叫李逆，排行17，先帝之孙，辽王之子，镇西军主帅，平叛天下，杀尽逆贼，记住了吗？校尉，怎么样？并州守军一战即溃，有些残军弃城逃往建州，余下的大多降了。目下正在清剿俘虏、粮草、印信等诸多要紧事务。擒住韩立没有？韩立见势不对，在亲卫拼死护卫之下逃走。不过属下已经命人四处搜检，城门已闭，他定然还未逃出并州城。听着，一定要在镇西军之前拿下韩立。是。来人呐！快来人！吕先生，吕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昏迷了。吕先生，听令令！史七郎，这次我真的带了很多人来。韩立呢？抓到没有？我跟崔家有个约定，谁先抓到韩立，并州就归谁。两军一交战，韩立就跑了。啊，不过老包已经去追了。走，捉那老狐狸去。
车中并无寒力。果然狡诈。秋翠，没事的，咱们楼下不是有家丁守着呢吗？任谁都闯不进来。小姐，我听人说破城的军队会四处劫掠，无恶不作，家丁们拦得住他们吗？如若拦得住，那自然平安无事；如若拦不住，此时害怕又有何意呢？都怪三小姐在相爷面前挑拨，小姐这才不得不自请到并州祭祖。要不是因为三小姐，咱们怎么会到这并州来？又怎么会身陷险境？秋翠，不要乱说。三姐说的对，父亲有6个女儿，唯有我，自幼既不聪慧，又无一技之长。如果再不勤勉些，岂不更是一无是处了？那是三小姐胡说，小姐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孙大都督要用父亲为相，父亲坚决不允，因此蒙难入狱。京中各大士族，哪个不暗赞父亲有气节？如今父亲好容易出狱，却不得离京。我可以替父亲回并州祭祖，是我的福分。小姐这般，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啊？如今连府中那些下人都敢给小姐脸色瞧。主公放心，追兵已经被那辆马车引开了。府中有什么藏身之处？壮士竟然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，何不也自行搜检呢？韩公一世英雄，小姐，如今竟躲入闺阁之中，丢不丢人啊？韩公，这么挟持个弱女子，未免落了下乘吧？激将法不管用。你既然是崔公子的伴读，如今并州城破，镇西军势大，既然崔公子对你视如婢女，你不如投靠镇西军。韩公已然都到了此田地了，还不忘惦记着我的前程，实在不枉与韩公相识一场，也不枉韩公对我青言有加。对你青言有加，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能放老夫一马？韩公误会了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，又怎会为难于你？只是这城中都说韩公擅长经营，资产亿万，我如今被崔家所弃，两手空空，还望韩公能够体谅一二，给予方便。拿出来！这些珠宝价值连城，你不如拿了去投靠镇西军。小姐，你别过来啊！小姐，过来，我掐死他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姑娘，多有得罪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别动啊！小伟，要不要动手抢人？愿赌服输，我是输不起这口气的人吗？小姐没事吧？小姐，快点，过来！沈新郎，终于抓到这只老狐狸了。喂，你们崔家军来晚了，韩立是我们的了。恭喜李皇孙！既然李皇孙已经抓到了韩立，那我们跟你的约定，自然是算数的。这并州城，就归你们镇西军了。承让，承让。
按照前约，这并州城归他们了。什么？你何时跟镇西军做过这种约定啊？这怎么成啊？何校尉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此事他早就禀明于我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哦，镇西军缺粮缺得厉害，这件事情我早就禀明过公子。只要一入城，就派人把粮草清空搬走。此刻，就算镇西军得了并州城，他们仍旧没有粮食。原来如此。我有一事想要劳烦兄长。阿林，这是要派我上阵了？都是自家人，何谈劳烦？你是义军之主帅，吩咐便是。如今我大军入城，镇西军另有所图，不可不防。我想劳烦兄长率军驻扎城外，若是城中出了事，你在城外也好策应，以防万一。驻扎城外啊？阿林做此决定，定有你的道理。我这就率军出城扎营。辛苦兄长。都是自家人，客气什么？知道你不喜欢他，所以啊，我就把他打发到城外去了。多谢公子，我就说怎么没有看到阿树呢？原来一早公子就把阿树派到城外，准备盯着崔离了。知我者，阿莹也。喝茶，我给你倒。有种再说一次。行，尼尔贝，我就再说一遍，你们崔家军马上交出无理挪寇的粮草，全部推出城外。我们镇西军乃是天子宽和仁义之师，看在咱们同为天子秦王的份上，就让你们在并州城休整一晚，再离开，怎么样？我们镇西军够仗义了吧？并州城是我们打下来的，粮食先入城者可得。虽然我们与你们有约在先，但也是你们占了并州城，凭什么让我们把粮草给你们？以为拍桌子，老子就打你妈！并州城是我们两军一起打下来的，没有我们镇西军，韩立早跑回建州反攻并州了。你真敢说？我说了，还我粮草！你再说一次！你是正二倍还是假二倍啊？若不是我们率军攻城，你没有时间抓韩立。还我们粮草，滚出并州城！虎符不在韩立身上，继续找。是。这你兔崽子，这你胳膊的！他们在翻查韩立府，角角落落都没放过。那你敢打我？去你的！滚出并州！看来虎符并不在韩立身上。哎，对面那个崔公子在战场是威名赫赫，谁知见了真人，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公子，人不可貌相。不就是个小白脸吗？敢说老子攻城没出力？老子出力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！有本事打一架！来，怕你就出去！来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，兔崽子！老伯，这是我一大早托人买的，都是你喜欢吃。谢谢公子。好吃。打哪儿呢你？我帮你擦擦。住手！我饿了，先吃饭。吃饭？我不饿呀。我说我饿了。哼！校尉，那位李皇孙可是捡到了你丢的那根簪子，
真没想到，堂堂皇孙镇西军统帅，这么爱贪小便宜，捡了别人东西不还，竟然堂而皇之的插自己头上，太无耻了！我去给你要回来。喂，别多事了，大局为重。何校尉的簪子不是说丢了吗？为何会在李逆那里？是何校尉送给他的。七夕灯会向来是并州一大盛事，这2支大军都在并州，这拜帖送来，不知哪一家能答应啊？哎，只盼不要有纷争才好啊！把你们小白脸公子叫出来！什么小白脸？看你们镇西军才是吃白食的小白脸！ 2派大军闹成这样，迟早会打起来，城中无法安定，遭殃的是咱们呐！二位久等了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我家公子说了，并州城大局初定，人心惶惶之际，正是需要举办一场热闹的灯会，百姓们放了心，日子才能过下去。百姓们过得好，才是我们起兵勤王的初衷。到时候，我们崔家军上下，包括我家公子，皆会出席。届时还要有劳二位。是。看来镇西军是不打算出席啦。不是，你家公子把我家将军吩咐的话都说完了，镇西军上下也皆会出席。啊，多谢多谢。耳朵那么厉害有什么用？嘴那么慢。皇孙为何会到此处来？我有事情要请教何校尉。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若是军务，皇孙不妨直接告知于我。那小事而已，不必劳烦崔公子了。听说前几日，何校尉被困于韩立府，皇孙颇为照拂何校尉，他才能先行脱困。皇孙这般相助，我应当好好设宴，感谢你才是。你们崔家军是秦王之师吗？应该的。哪里？我与何校尉自小一同长大，情分非比寻常。皇孙如此照拂何校尉，就等同于照拂了我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公子怎么来了？就是忽然想来看看你。见过皇孙。年里，今日事起仓促，姑娘没有受伤吧？需要找个大夫瞧瞧吗？方才军中小裴将军已嘱咐大夫来看过，幸儿只是有些小小擦伤，无碍的。妾是特意来谢过皇孙的。今日若没有皇孙，妾早已命运黄泉。不必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也不用叫我皇孙，在军中叫我军职就行。进来吧。天气已经转凉，公子穿这么单薄就出门，难怪会咳嗽。要是让桃子知道，又该埋怨公子了。无妨。近日我从旁观察，那位李皇孙的确如你所说，是一位难得的将才，不容小觑。李逆的确是谋略过人，镇西军能征善战，若是能与之联手，必定是事半功倍。但如果彼此成了敌人，说实话，如果有李逆这样的对手，恐怕咱们是占不了什么上风的。镇西军为秦王的名头给居住了，无论如何，不至于与我们为敌。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可有家人在这城中？我让老鲍派人送你回去。魏相将军明言，妾家姓顾，小字婉娘，本是京都人士，月前奉父亲之命回并州老家祭祖。并州顾家，我记得顾相也出身于并州顾家。听闻在朝上大骂孙敬乱臣贼子，
后被下在狱中。那便是妾的父亲。后来孙敬畏收买人心，将家父从狱中放归，软禁家中。妾因此请命回并州祭祖，替父亲祈福。原来你是顾乡家的小姐。家国倾覆，亲长险遭不测。幸而今日得见镇西君，真乃君威赫赫，所向披靡。妾愿将并州家中存粮献与镇西君，望将军旗开得胜，早日收复京都。这样不仅天下百姓得救，妾的父亲也有救了。顾相忠义，顾小姐又有献粮义举，不愧是忠良之后。婉娘有一事相求，望将军务必答应。顾小姐尽管开口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并州距京都甚远，婉娘恐怕难以孤身回到京都，请将军答应让婉娘随军而行，这样也有幸可以亲眼见得镇西大军收复西长京。这大军行军十分艰苦，实在不方便带着女眷。不论行军如何辛苦，婉娘都吃得了苦。若将军有顾虑，我和秋翠皆扮作男子，绝不给将军添麻烦。我还是派遣一队人马护送你们回京吧。将军忙于军务，婉娘亦不愿将军再分兵保护婉娘。只要将军答应让婉娘远远跟在大军之后就行。那好吧，那你就扮作男子，随在军中吧。多谢将军。站住！拦住他！没规矩的东西！婶娘，教一教他们规矩。是。太子妃为内命妇，超品；国夫人为外命妇，一品。太子妃品质远超国夫人。国夫人如见太子妃，须行叩拜礼。怎么，这意思我还得拜礼了？魏国夫人为大都督之妻，大都督功高勋重，太子妃说了，魏国夫人入宫可免礼。我是太子妃身边的女官，正六品；你是魏国夫人身边的婢女，五品制。怎么，一个五品制的婢女想在宫里对六品的女官动手？你这是尊卑贵贱不分，毫无规矩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贱婢！国夫人谬赞了，大都督何等谦逊有礼。国夫人如今出入宫闱，必也得明规矩，守礼仪，方不惹人耻笑。耻笑？我倒要看看，现在谁敢耻笑我！没规矩就得叫！你个贱人！哎呀，阿姐不要再哭了。不瞒阿姐说，外面这风言风语传的确实难听。可毕竟这萧氏是先太子妃，先太子既然已经自强，他若是个懂事的人，就该训了先太子；即使不训，也应该出家入道，为先太子守节。不过大都督如此英明睿智之人，怎么偏偏被这萧氏所迷惑？他定是给你姐夫下了蛊。你想想，这么多年，在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姬妾，他何曾偏宠过一人？再这么下去，可怎么了得啊？阿姐莫慌，如今前方战事连绵，大都督还指望我们陈郡元氏替他征战筹粮，必得给我等3分薄面。只是这个萧氏一心留在宫中，说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图谋，不愁抓不到他的把柄。届时我与叔伯兄弟们商议，劝大都督杀了这个妖孽，替阿姐出这口恶气。下去吧。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。哼。既然又到七夕了，当年就是在七夕那晚，你我第一次相遇。早知今日，当初莫若不相逢。你又说这种负气的话，难道还在为魏国夫人置气呢？我在宫里待的时日长了，这种事儿见多了，捧高踩低，不遗余力。一旦落了下乘，尽管糟蹋。今日魏国夫人掌过我的女官，我若不还手，哪一天她还会下令镇杀了我？难道大都督会为了我为难你那堂堂的正妻吗？那倒不至于吧。陈俊元氏乃大都督的妻族，大都督一向倚重，妾今日得罪了魏国夫人，自请出宫去修道，也不在这儿碍旁人的眼了。哼，你倒是激将起我来了。嗯，妾怎敢激将大都督啊？妾就怕继续待在宫里，有一天不明不白的死去，还不如出去修道，免得聒噪。那我倒要看看，天下哪间道观能搁得住你啊！哼！你给我建一座道观，要在山清水秀之处，离西长京很近，这样你出宫就很便宜。不过，也许等我出宫不到3、5日，你也就把我忘了吧。你真的要修道？我不想待在宫里了。魏国夫人不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，免不了处处为难我。再说，这宫里的人人人一张利嘴，我不想被他们说3道4的。修道的事儿，你就别想了。不过，你身边的那个慎娘，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人，不如就让她带你出家吧。大都督还是说出了实话，为了魏国夫人的情面，居然让我的女官出宫修道，那还不如赐我一壶鸩酒，让我和慎娘即刻饮下便是。她是你的女官，冲撞了魏国夫人，总要个交代吧？那魏国夫人的婢女呢？是她冲撞了我，难道也要让她出家修道吗？你看你，什么事情都要掐架要强的。大都督若一视同仁，处置那婢女，我就让慎娘出家修道，否则免谈。哟，缝袍子呢？我来帮你。得了吧，缝的还没有我好。上次缝你自己那个烂袜子，针脚长得跟蜈蚣一样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我听说你让顾小姐穿男装，随咱们大军一起走是吗？是啊，人家一个人带着一个丫鬟，想回京都，千里迢迢四处打仗，没准就把命丢在路上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跟着我们大军一起走。第一次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怜香惜玉。你是不是不打仗就会闲得变成街边碎嘴的老太太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是真觉得这个顾小姐不错，配得上你，配得上。
原来是你看上人家顾小姐了。我照说，我跟裴大将军写一封信替你求亲。哎，不是，这胡扯什么呢？明明是你好不好？破天荒了，让一个女流之辈在咱们大军当中，现在还和我东拉西扯的。女流之辈怎么了？你看人家崔家的何校尉，机敏狡黠，善于用兵，胜过世间不少男子。哎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看上的不是那个顾小姐，而是那个何校尉吧？胡说八道！哼，我胡说八道。校尉，校尉，风车，你留在客栈的风车我给你取回来了，快给我看看。哎，不过校尉，就这么一只风车，你怎么还巴巴的留在客栈柜台上，又特意让我去取回来？你看，这不过就是市面上卖的小玩意儿，既不精细也不值钱。哦，还破了，留着干什么？破了，啊，你看。交给掌柜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，一定是没有给我好好仔细保管。这也来了，不是这么弄的，小心被面条伤到手。我来吧，这种粗活不适合你。好了，明天晚上一起去看灯会。你不用主持大局吗？那无聊的差事，我早就推给别人了。你呢？要陪崔公子吗？不用啊。那说定了啊。说定了。校尉，你把风车修好了？是啊。校尉，咱们晚上一起去看灯会吧。晚上我还有事，就不去了。是要陪公子去主持灯会吗？众目睽睽坐在灯棚底下，让人议论，我才不去呢。那校尉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怕那个镇西军会另有计划，我得去探探他们到底有什么动作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，给你做个帮手。不用了。你去帮我看好镇西军的那个谢长耳，这个人不但是李逆的亲信，还能听风辨物，你可得把他看牢了，不能让他有机会暗中行事。哎，我说耳朵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明天晚上七夕灯会，十七郎下令当众斩杀韩立，为镇西军立威。是啊，十七郎让咱们布置的不都安排好了吗？可是他让我引走桃子姑娘，不让她跟着何校尉，这是为何？既然是有人不想让桃子跟着何校尉，
自然是有人想跟着何校尉啊。你就照17郎说的做吧。可是我如何才能引走桃子姑娘，把她打晕？她又会下毒，心眼又多。我真要跟她动手的话，我不是她对手啊。我说你啊，就是个榆木脑袋。你把桃子姑娘约出来看灯会不就得了吗？哎，给，好好想想吧。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今天七夕灯会，不如我们一道赏灯。你为什么邀我一起看灯啊？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都有事。我看桃子姑娘你也是一个人，不如我们就一道。所以你是闲极无聊才邀我一起的啦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没那个意思。哎，算了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站住！你想邀我看灯就邀我一起，来了你又说算了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不是桃子姑娘，我答应你了。啊？晚上一起看灯啊？哦，谢谢桃子姑娘。不用谢，毕竟也省去了我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小心！今天怎么想起来这样打扮啊？太好看了！为了出来看一看，当然是要换身装束了，这样才好降低别人的防范之心啊！真高明。走吧，去办正事。你今天真美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请。老张，我想要个风车。你选吧。哎，就要这个吧。好嘞。付钱。你喜欢风车？那倒也不是，不过我们家校尉有个风车，插在书架上，他每天看到那个风车，心情就可好了。上一回风车坏了，他还不肯扔，特意精心修补好的。但这个风车也不贵啊，才2文一个。啊，就是嘛，我也是同他这么说的。我说，要不然我陪你买一个新的吧。但是他说我不懂，说什么风车不能自己买，要别人送的才有趣。所以刚才我看到那个人，我就想，我也一定要别人送我一个。
我倒是要看看，别人送的风车到底是哪里有趣呢？所以你才要我花钱给你买？给本姑娘买风车，你应该觉得很荣幸吧？荣幸荣幸。不过这别人给买的风车，到底哪里有趣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满船星梦压星河，这里可真美啊！劳兰关的星星比这里要大很多，也要低很多。半夜躺在沙漠上，天黑的像丝绒一样，好似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。在我们平凉有一望无际的草原，小的时候，爹爹带我出去打猎，有的时候我在马背上睡着了，醒来一睁开眼睛，看到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，就像快要掉下来的糖粉一样。我从小在京中长大，自从学会骑马之后，我便经常独自一人驰马去乐游原。乐游原是京中名胜之地，它的地势奇高，站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京都。万树鸣蝉，隔岸红，乐游原上有西风。西河自衬鱼泉素，不放斜阳更向东。原来你喜欢这首啊，可我喜欢另一首。等等，我知道你喜欢哪一首。什么？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是不是这首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首啊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因为我知道李皇孙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首。何校尉可真厉害啊！知己，我喜欢。胡说，我又没说过我是你的知己。我又没说你说了你是我知己。哎，我的裙子怎么都湿了？糟了，穿漏水。崔公子、裴将军莅临七夕灯会，令并州蓬荜生辉。老朽斗胆，请二位为七夕许愿灯赐字，请。我们先写吧，来，把灯拿上来。好字，好寓意。哎，小裴将军，咱们就写些实在的，就写啊，都娶上娘子，都拿上来吧。哎，咱们镇西军上下都是光棍，简直一支光棍军，连这个愿望都不给许啊！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，好。
这要是在劳兰关啊，生这么一堆火，必然要烤一只黄羊，烤得油滋滋的，别提有多香了。小的时候，阿娘也经常在火堆里面给我烤芋头吃。那下一次有机会我烤给你吃。说的我都有点饿了。走，带你吃东西去。这馄饨味道还真不错啊！谢谢小娘子啊，这是我家自己调的骨汤，因此啊，这滋味十分不错的。店家啊，今晚生意可好？哎呀，这会儿没多少人啊，所有人都挤去看斩韩立了，杀头啊，杀的还是那个原来威风凛凛在并州城的韩公呢。公子，都已安排妥当。时辰到，杀韩立，聚河山。救主公！走。哎，两位，看看我们家护腕吧，这可是上好的水牛皮啊！嘿，我老婆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，嘿嘿，3层皮特别结实。公子啊，您是习射之人吧？带上它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了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啊？他不是我夫婿。啊？这明明很相配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店家，刚才那位公子在问什么？嗨，护腕问了又不买，哎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哎。看来皇孙算无一策，另行安排了一场大戏啊。何校尉，你这么一夸我，我总觉得我计划还不够周密。蓝河水18万，1万就是那银松滩，银松滩里鱼儿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哎呦，石七郎，石七郎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没事。石七郎，怎么样？该杀的杀，该抓的抓，一个不落。东西呢？老王，拿出来。护符啊，可是俺找到，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呢。这些人，他们也太笨了，连引蛇出洞都不懂。不是他们笨，那是石七郎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，太笨，太聪明。东西找不见了。哎，你不是放怀里了吗？你刚说要借虎符消杀气，你快找找，放哪儿了？哎，老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没有。既然你们崔家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也不必藏着掖着了。陈醒。虎符，你快就在这儿！快救出来！快点！喂，小娘子，你不是皇孙的爱妾吗？不是要和石七郎私奔吗？你虽然是崔家军的人，但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？现在怎么反倒过来帮这个小白脸坑咱们呢？就是，说清楚怎么回事？胡说八道！你们小两口闹别扭，也不至于闹这么大吧？闭嘴！李皇孙，你这是何意？如何说我的下属是你的爱妾？你又怎么能如此？放任他们侮辱我崔家军？哎，他
他可是自己说的，他亲口跟俺们说他是皇孙的爱妾，还要跟俺们十七郎私奔呢。他怎么会放给你这个小白脸？阿英，公子，当时在山寨遇险，我才假借皇孙家眷的身份，这帮人不明就里，才如此误会。侯校尉，借度说话。我们走吧，不要跟他废话。公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怎么猜到的？这几日你的人把韩府几乎翻了个遍，我就知道，你虽然抓到了韩立，但是没有找到虎符。所以你就不再费力气搜虎符？韩立这个人多疑狡诈，既然没有随身携带，又把韩府整个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，那他肯定就是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亲信身上。而你散布出消息，今夜在假意要杀了韩立，以此来引诱韩立残部出来救人。你这一招引蛇出洞，确实不错。而你呢，只需要盯着我的人，就可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没错。那我还有一事不解啊，你答应我共邀七夕，是为了同我赏灯啊，还是为了亲自盯着我，以免我发现你暗中有安排？那你呢？主动约我出来，到底是为了跟我一起游船，还是不放心我，怕我有所察觉，会坏了你的事啊？彼此，彼此。承让，承让。歇一会儿。年年想了法子，让我出宫去修道，会安排你混在随时修道的宫女里面，跟我一起出宫。不要怕，应该就这几天，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有人来了，我走了，你保重。阿姐，阿姐，哎呀，大都督已经下令，让萧氏身边的那个女官作为替身，出宫修道去了。什么？只是让那个女官出宫？那萧氏那个贱人呢？还安然无恙的在这宫里气我？阿姐急什么？大都督既然已经迷恋萧氏，那咱们就得一步一步来。俗话说得好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只要我们把萧氏身边的羽翼都给他剪除了，还怕没法子弄死他们啊？她是顾太子的太子妃，跟叛军勾结，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？阿姐，这萧氏只是一个区区贱妇，让大都督迷恋也只是一时的。哼，既然他如此跋扈，那我自然有法子杀了他。阿姐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洛阳督战。只要我们袁家在阵前继续立下功勋，阿姐在大都督心目中的位置就固若金汤了啊！小伟，这可是我新研制的麻药，喏，已经涂在剑上了，你试试。我看看。小姐，当时皇孙救你的时候，就那么把袍子解下来往你身上一披，他动作真是太潇洒了，我在楼上都看呆了。皇孙答应咱们追随在他身边，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多亏有皇孙。小姐，你说皇孙会喜欢这个皮护案吗？他定然是会喜欢的。我只加了一点点麻药，就已经。见过何校尉。顾小姐多礼了。何校尉这一身劲装，真是英气好看啊。小姐，皇孙让咱们穿男装随大军而行，
我看何校尉这身装扮甚是好看，小姐何不向何校尉请教，照着样子剪裁一身？多嘴。何校尉是军中历练出来的气魄，所以英气勃勃、洒脱好看。我要是也穿上这一身，只不过是画虎类犬罢了。无妨，我的衣裳都是桃子帮忙打点的。你没有穿过男装，不知道他们其实袖子这个地方做的很是大，还有肩颈处做的也很是扩大。市面上买回来的男装都需要改过才行的。桃子，回头把咱们做过的图样送到顾小姐房中去吧。好。如此，多谢何校尉了。顾小姐客气。哎，是这件衣服吧？哎呦，这可真是买大了，不好剪裁的。不是，这是皇孙借给我们小姐的衣服，我们小姐亲手洗净了，要还给皇孙去。秋翠，你有多嘴？其实是上次皇孙出手相救，便借了这件外衫替我遮挡。何校尉切莫误会才好。啊，哪里？顾小姐何出此言？如此，就不耽误顾小姐了。小伟，他们怎么说话总像绕着什么弯子，一拐18弯的。她们是闺阁中的女子，行事做派自然委婉含蓄。哦，好了，别看热闹了。哎，可他们总提到皇孙，可皇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皇孙跟他们没有关系呢？公子一看就是习射之人，带上他再合适不过了。还不错。小娘子啊，给你夫君买一个吧。哎，我都帮你修好风车，你是不是应该送我一样东西了？这个阿影就是嘴硬心软，真好看。何校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些人就是这么的嘴硬心软。这一大早上出去忙活了，也不让我知道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明明说着不送，最后还是送了。看来送给皇孙护腕之人，一定是皇孙十分重视的。那当然了。只是我觉得，虽然我重视他，但他更重圣皇。如此，便要恭喜皇孙。哎，你觉得送我护腕的这个人，跟我的爱妾比起来怎么样？皇孙慎言，当初我是为了脱身权宜之计，才出此言诓骗了诸人，可没想到皇孙居然口齿轻薄，公然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名誉。这么在意你家公子？那是自然。为什么？之前不便为外人知晓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其实，我是我们家公子的侍妾，所以还请皇孙慎言，以后莫要在我家公子面前辱及我清白。走了，桃子。小薇，你为什么要跟皇孙说你是公子的侍妾啊？今日的谈判正到要紧处，要想乱了他理皇孙的心神，必须得有一个出其不意的消息才好。啊，乱他心神，你就要这样说，那不是有损你女儿家的清誉吗？你跟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明明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他的侍妾，这样同外人说自己，以后还要不要嫁人？傻丫头，这世上能娶我的男人，才不介意我这么说呢。哎，不对啊，
你以前总是说这世上能娶你的男人，只怕还未出生呢，怎么今天忽然就改口了？你终于发现这世上有能娶你的男人了，是不是？快告诉我是谁啊？他是……我就不告诉你，快走吧，啰嗦。哎，告诉我嘛，我想知道。建州守军认服不认人，我们崔家军既然虎符在手，那建州已然是我们的了。那你们倒是拿虎符去呀！别以为老子不知道，你们不就想要韩立吗？凭虎符进城，以韩立相携，如此就能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建州城。并州城已经是你们的了，靠着韩立有何用处？那你们就把弩寇的军粮统统还给我们镇西去。今日也该有个结果。怕是那位皇孙没有那么好说话。韩立，我要定了。哎呀，公子啊，你的束发松了，我帮你去梳一梳吧。好。石七郎，其实关于崔家军的何校尉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我们家公子说了，都已经谈了数日，依照昔日盟约，这韩立被镇西军所得，那并州城就归镇西军所有；但这虎符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虎符明明是我们先找到的，你们用计夺了去。还有，并州城明明是我们镇西军所有，你们却抢先入城，抢走粮草。先还了粮草，再说建筑的事儿。事已至此，不如大家心平气和，好好商议一番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什么商议？你们就是想占我们镇西军的便宜。这位勇士，话不能这么说嘛。既然是商议，那吃亏让步，我们崔家军也都是可以的。行，那你们说说，你们打算怎么吃亏啊？皇孙殿下不是想匡扶社稷之将倾，收复东西两都？可以你们镇西军现在的存粮，别说收复东西两都了，怕是连洛水的边儿都摸不着。若是在并州继续耽搁几日，只怕这存粮会越发不够。现在你我二军就建州的问题一直争执不下，但按照规矩，这虎符既然已经被我们崔家军所得，那这建州城就理应归我们崔家军。只不过我们想讨要韩立，图个方便，所以我们家公子刚才说了，我们打算吃点亏，送给你们50车粮草，这样也能助你们早日拔营去往洛阳。以贵军这悍勇，还怕打不下洛阳吗？哼，你这话说的，感觉我们像捡了一个大便宜。50车粮草，区50车粮草，只够我们镇西军1日2食，勉强赶到洛水之畔。那建州与洛阳孰轻孰重，皇孙殿下不会分不清楚吧？自然。那皇孙愿不愿意用韩立来换足足50车粮草？可以。石七郎，石七郎，好，皇孙殿下自然是一诺千金，只要你们把韩立交给我们崔家军，那我们公子也绝对不会食言，粮草一定会按时送到。哎，石七郎，这50车也太少了吧？老包，你们让我静一静。说吧，有什么计谋？什么计谋？你难道不是故意答应那个何校尉以韩立换50车粮草？是不是打算一石三鸟，趁崔家军不备，把粮草和韩立一并拿下，顺带手的再拿下建州？粮草韩立兼得，且拿下建州。有好法子吗？现在不应该是你胸有成竹、早有预谋的吗？
不然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那个何校尉这么苛刻的条件？我有一个朋友，啊？我这个友人，他看中了一个姑娘。等镇西军交出韩立之后，让左营带着韩立跟虎符立刻拔营前去收复建州。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不用，眼下有了韩立跟虎符，建州城必定是手到擒来。反而现在洛阳才是最棘手之处。我猜测李逆拿到粮草之后，一定会直指洛阳，我们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。那你这个友人是咱们镇西军中的人，还是你京中的旧识啊？摇什么头啊？说呀！这个姑娘，她不该喜欢。不该喜欢？哎，她难道喜欢上了醉红楼的清官人？哎，其实也无妨，只要这个清官人品性善良，也无所谓的。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你说呀。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人，可偏偏那姑娘已经是别人的侍妾了。哎呀，石七郎啊，石七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今日如此反常，是因为这件事儿。什么如此反常？我哪里反常了？我说的是那个友人。行，那咱们今日就说说你这位友人。现在国难当头，他还想着情爱小事，他将此事告知于你，说明他心中耿耿于怀，日后肯定还会去纠缠的。倒也不是。哎，行了，他明知道此人有了夫婿，还暗中觊觎。石青郎，我告诉你，色令智昏也。其实你不用说了，石青郎，我劝你早日和你这个友人一刀两断，否则你不怕近墨者黑，有一天你也喜欢上别人的妾室吗？石七郎，三思啊！啊！哎，今日李皇孙如此失魂落魄，就这么轻易答应了咱们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谁知道呢？那我就让陈醒去安排粮草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又想到了一个计策。如果到时候他们的人比我们先到洛阳，我们在附近，然后……奴婢替娘娘出宫修道，是奴婢的福分。只是奴婢从小服侍娘娘，从府里到宫里，这么多年，奴婢舍不得。娘娘日后万千保重。修道是好事，替我积福，也替你自己积福。我身边还有锦娘，不用挂心。倒是你，保重自己，也替我照顾好江氏。去吧。是。娘娘放心，奴婢走了。大都督，都办妥了。好，去跟夫人说一声，就说我已经替她出气了。可萧妃娘娘那里万一知道了，
他是个聪明人，必然会以为是郑国公派人杀了那几位宫女，替魏国夫人出气的。可万一萧妃娘娘想不开，不肯罢休闹僵起来，岂不是对郑国公不利？哼，不过是几个奴婢而已，杀就杀了。我也说过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因为他们不识大体，以卵击石。皇孙营夜来访，难道是想做梁上君子？你到底是来做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想还你。还我什么？我来是想向你解释，白天是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护腕是你送的，言语间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？是，后面才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不过我已经将护腕还给她了。你以为是我送的，所以带着很喜欢。后来却发现是顾家小姐送的，就还给她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个？倒也不是，我这不是看见月色正好，正适合抢虎符吗？这回你可猜错了，虎符不在我这儿。我知道。你既然知道，还来这干嘛？我这不是……小伟，你睡了吗？我已经准备睡了。哦，那我也去睡了。好，你快去吧。那你早点歇息吧，小伟。知道了。你捂着眼睛干嘛？脸这么红啊！太热了这儿。基业露重风寒，皇孙居然觉得太热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帮我遮掩？深夜擅闯女子卧房，皇孙不嫌瓜田李下，我还嫌。我跟你说个正事，今日你用50车粮草换取建州，明显不公。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人手，我父王被孙敬扣在荆州，我想借你们人手一用，救出我父王。皇孙真是毫不客气呢。我要是偏偏不答应呢？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就……阿莹，你睡了吗？我刚睡下。我有要事要同你商议。好，我来了。公子。公子，是不是哪儿来了军报啊？
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我听桃子说你未用晚膳，所以才过来看看你。不过我见你气色还挺好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过下午点心多吃了点，晚上就没什么胃口。那你早点睡吧。公子也早点安歇。都打听清楚了，世娘和江氏的骨灰都被扬在了城外。你看他跟着我一场，却落得一个挫骨扬灰的下场。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不哭。即为太子妃，我就要坚强，不能再哭。可是我恨我自己，为什么这么没用？没有保住江氏府中太子的骨血。若有一天我到了地下，不会原谅我的。娘娘，太孙还活着，若是没有您的话，他都活不到现在。他还等着您呢，娘娘。我知道，为了太孙，我也要好好的活下去。奴婢知道，娘娘忍辱负重是为了什么。世娘她也知道。他走之前跟奴婢说，他跟随娘娘，死而无憾。锦娘也是，只要娘娘一句话，锦娘就是即刻死了，也欢天喜地，死而无憾。娘娘，不要亲人说死，死是最容易的。太子薨逝时，我若拿一把刀一抹脖子，那是最容易不过的。世人还会赞我一身贞烈，可我心里明白，我不能那样做，我得活下来。我还要好好的与孙敬周旋，也许我还能找机会保住太孙，我还能找机会见机行事，助我大禹王朝光复。娘娘心里苦，奴婢都明白。你说，玄泽这个孩子是不是又长高了？韩畅带着他东躲西藏，也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吃饱，能不能睡个好觉。殿下，喝口水吧。韩将军，之前咱们不是商量过假扮成叔侄行路吗？将军叫我阿泽便是了。太孙身份不同，此处四野无人，该守的礼还是应该守的。殿下饿了吗？不饿。韩将军，母妃有来消息吗？没有。来，
子妃心性坚韧，忍辱负重。若不是他机敏安排，我和太孙也难逃过孙敬的搜捕。如今行路既远，太子妃处消息断续，也是常有之事。希望母妃能平安无事吧。见过皇孙，不知皇孙相邀，所谓何事？同在这并州城，军事纷扰，还未与公子言谈一二。今日备了份薄酒，想请公子前饮几杯。我素来都不饮酒。在下有事相求，请公子赐个薄面。皇孙有事，就直说吧。之前不知何校尉的身份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见谅。什么身份？他的身份？公子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他不过我军校尉，能有什么身份？公子不必隐瞒，我什么都已经知道了。只要公子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便会保守这个秘密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。公子放心，我李世基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只要公子答应，我便让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你不会是想杀我灭口吧，公子？你们崔家军虽然势大，但我们镇西军也在并州。公子能得手吗？皇孙说笑了，大家都是秦王之士。皇孙说吧，你究竟有何事，需要我们崔家相助？但说无妨。我的父亲梁王被孙敬扣在了荆州，我知道你们崔家在荆州埋伏着好手，只要公子鼎力相助，我就必能救出父王。公子，校尉问起，才知道您往皇孙这儿来了，应该回去吃药了。哎，我说石七郎，你不说今天要摆鸿门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摆完了？你说这个崔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看着斯斯文文，像个公子哥，还真不像个能带兵打仗的人。是啊，他这么一个文静孱弱的人，竟然能从瀛州至此，还打下这么多城池，你说这奇不奇怪？崔乙的儿子应该不会差吧？崔乙那可是当朝的名将啊！以孙敬、裴大将军早先并称国朝三杰。那你说，何校尉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我还真看不透。你是知道的，我沙场摸爬滚打10几年，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啊？可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过。你说她是个女人吧，她却心狠手快，智谋百出。哎呦，我还真琢磨不透啊。所以我总觉得，这个何校尉身份不简单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也不知道有几分能信。对了，石七郎，大军已经准备好开拔，咱们并州的布防也准备妥当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
越快越好。校尉，我赶去的时候，公子脸色甚是难看。无妨，公子已经把李逆说的话原原本本都告诉我了。李逆这个傻仔，竟然出言讹诈，想一箭双雕。既想诓骗出我真实身份，又想骗公子答应他救出梁王。幸而公子没有上当，不过这个李逆已经开始起疑了。幸好你已经劝公子早早开拔，陈兵落水。那这儿的东西我先收拾吧。嗯。校尉，这风车咱们还带走吗？扔了吧。真的扔了？扔了。